走进现实生活，讲述离奇故事。大家好，我是小陈，欢迎观看陈峰故事。1992年年底的一天，湖北省某地级市市区跟往常一样热闹。年底了，许多人开始采办置办年货。这时，街上开过来一辆半新不旧的桑塔纳轿车，车后座坐着一位老人。老人年过60，身着中山装，看上去稳重儒雅。司机则是一个30左右的年轻人，留着平头，一看就是精明强干之人。老者望着车窗外，对青年司机说：“这地方还是蛮热闹的。”青年说：“是啊，快到年底了吗？”老者说：“都说这地方治安乱，目前还看不出来。不过这交通太乱了一点，汽车行人到处都乱糟糟挤在一起。”正说着，一辆摩托车从车身边疾驶而过，因为过快，将轿车刮擦了一下。那是辆警用摩托，骑行者是个交警。青年伸出脑袋，朝警察嚷了一句：“喂，你怎么骑车的？将车刮到了。”听了青年的话，警察停了车，转过头骂道：“你是不是眼睛瞎了？会不会开车？到底谁蹭的谁？”青年生气了：“哎，你怎么还骂人？还警务人员呢？”听到这话，交警从车上下来了，走到轿车前，冷冷地看着青年，喝道：“骂你又怎么了？会不会开车？”青年愤然道：“哎，你还有理了。”这时，坐在后座的老人劝止了青年，说：“算了，我们还有事，别跟他吵。”青年停止了争吵。这时，警察的对讲机也响了，似乎对方在传呼他过去。他狠狠地瞪了青年一眼，骂骂咧咧地走了。没想到这里的警风会这么差。老人摇了摇头，看来以后要大力整顿。青年愤愤不平地说：“是啊，太不像话，张口就骂人。”车子在街上缓步移动，好不容易过了这条热闹的街道。之后，青年将车停在路边，老人下了车，这走走，那看看，时不时地跟路边的小贩、行人聊天。一晃到了中午，他们的车子上了另外一条主要街道。二人打算找个餐厅吃饭。这时，看到前面有几个交警在检查过往车辆，其中一名交警朝他们的车挥了挥手，示意他们的车靠边检查。青年将车停在了路边。这时他和老人发现，其中一个交警正是之前跟他们吵过架的那个高个交警。那个交警也看到了他们，径直朝他们走了过来。熄火，出示驾照。交警面无表情地命令道：“看这是例行检查。”青年也配合，拿出了驾照。交警仔细看了看，说：“外地的。”“是的。”青年说。“车辆行驶证呢？”交警继续说：“行驶证是这样的，同志，这车我们是暂时借用别人的，不知道行驶证在哪里。”青年说：“不过你等等，我找找看。”说着，青年在车内仔细查找起来，但并没找到车辆行驶证。“真对不起，没找到。”青年说：“没车辆行驶证。”下车。交警大声命令道：“不是，同志，听我解释。”青年连忙说，但他被交警一把拽下了车。“还有你也下车！”交警对后座的老者喝令道。“行，我下车。”老者摇摇头，无奈地从车上下来了。交警用细长的眼睛打量着二人，说：“瞧你们这样，一看就不是好人，这车是偷来的。”一听这话，青年急了，喝道：“你怎么说话的？你要对你说的话负责。”“我当然会负责。”交警不屑道。之后对二人说：“蹲下，双手抱头。”“什么？”青年怒了，对交警说：“你有毛病吧？知道我们是谁吗？老子管你们是谁！”交警不耐烦道：“在这里，老子说了算。”青年怒道：“在我们面前冲老子！告诉你，我们是……”小严
老人喝止住了青年，老人似乎并不想透露他们的身份。老人心平气和地对交警说：“同志，我们是外地游客，车子是借亲戚的，要不跟你一个电话，你查证一下。”查证什么？交警眼珠一翻，没听见我说话吗？抱头蹲下。老人说：“我们不是犯罪嫌疑人，干嘛要蹲下呢？老子让你蹲下就蹲下，怎么这么多废话？”交警推了老人一把，老人有点生气了：“你还动手了？你们平日里就是这么跟群众办事的？”交警冷笑问他：“怎么着，老头，你有意见？”老者似乎并不惧怕，义正辞严地说：“作为人民一员，我当然有意见。人民赋予你们这身衣服，不是让你们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。你们是哪个分局或者交警大队的？我现在就找你们领导。”听说老者要找领导，高个子顿时怒了，一巴掌朝老者扇了过去，大骂道：“老东西，啰里吧嗦的！当自己是什么东西？”老者没防备，被打了一个趔趄，没站稳，摔倒在地。那青年见了，立马跑了过来，大吼道：“你们怎么还打人？知道他是谁吗？管你们他妈是谁，都该打！”高个子说着，其他几个交警也围了过来，问是怎么回事。高个警察说了3个字：“偷车贼。”那几名交警听了，立即追着青年打。青年毕竟年轻，跑得快，一下跑到了远处的拐角处。几个警察将老者拎起来，拿出手铐铐上了。受伤的老者十分生气，大声质问为什么铐他。对方压根没有理会，直接将老者押上了停在路边的警车上。一些行人站在路边指指点点，想上来制止，但又不敢。几个警察押着老者走了，那青年在路边看着，又气又急。他突然看到旁边的公用电话亭，旋即跑过去，拨通了一个电话。不好了，关书记被警察打了，还被铐走了。被打者正是时任湖北省省委书记关广富。关广富1931年12月出生于黑龙江木陵县。1947年2月参加工作，年轻时一直在家乡木陵县财税系统工作。全国解放后，作为南下干部，调到湖北省工作，并一直扎根于财税基层。后升任湖北省财政厅科长、处长。文革时受到冲击，下放到5期干校。文革结束后，重返工作岗位。1978年起，任中国人民银行湖北省分行行长、党组书记。上世纪80年代初，国家提倡干部年轻化、知识化，上面对关广富的才能早就知晓。后来小平同志亲自点将，1983年越级提拔他为湖北省委书记。自任职以来，关老解放思想，实事求是，有力推动了湖北经济和社会事业的长足发展。1992年，他来到湖北某地级市视察，他先没有惊动地方，而是带着秘书借了一辆普通车辆就来了。他之所以没有让秘书开公家的公务车，主要是因为公务车太招摇。他说，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是我们的优良作风。一大帮人围着走马观花，能发现什么问题？我就想深入地方，深入基层，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，好好了解这个地方。只是没想到，这深入基层的第一天，他就被打了。交警将关广富带回来后，交给了离交警队不远的派出所，理由是涉嫌偷车，而那辆桑塔纳则被交警队扣了。从被押上车开始，他一直没有透露自己的身份，他就想看看这些人到底要将他怎么样，这些基层工作人员平日里到底是怎么对付老百姓的，是怎么为老百姓办事的。他被交给派出所后，派出所民警就将他扣在了拘留室。
然后便没人管他了。他又累又饿，身上又有伤，加之年纪大了，身体实在有些吃不消。他趴在扣留室铁门上，叫住了一个警员：“同志，你们领导在吗？我想见他，帮忙带个话。”警员白了他一眼：“你以为你是谁？领导你说见就见，好好待着。那你们有没有吃的？我肚子饿了。”没有。警员不耐烦地走开了。关广富苦笑了一下，自言自语：“要是不下来走走，哪里知道基层是这样办事的。”之后，他坐地上闭目养神。大约1个小时后，走廊突然响起了一片脚步声：“关老，关老，关书记，关书记，您在哪里？”有人在喊话。很快，那群人来到了扣留室前。这群人终于看到了坐在地上的关广富。关书记，一个戴眼镜的中年男子朝关广富叫道，旋即对着一个穿警服的矮个中年男子说：“快人来开门。”矮个男子朝后叫道：“所长呢？”派出所所长连忙从后面挤了过来，拿着钥匙开锁，手不停发抖，身子也发抖。这不关我们的事，是交警队抓的人，但是你们关的人。中年男人喝道：“你们的账等会再算。”门开了，这些人涌了进来，连忙将虚弱的关广富从地上扶了起来。眼镜中年男一个劲道歉：“关书记，我是市委书记方勇，真对不住，真没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。”关广富苦笑一声：“我17岁时蹲过国民党的班房，没想到老了还要蹲一回咱们自己的班房。”这时，制服矮个男说：“对不住，关书记，我是市交通局局长，这是我的失职。”方书记又向关广富介绍另2个中年男人，这位是秦市长，另一位是市委陈副书记，2位是领导，也一个劲对关广富道歉。关广富摇摇头说：“几个领导干部都在。”“行，那我们现在就现场办公。你们当地的公安基层队伍是不是要严厉整顿？”“是的，是的。”市委书记方勇连连点头。他一把将交通局局长拽了过来，骂道：“你手下警员殴打关书记，你说怎么办吧？”这位局长哆嗦着身子，说不出话来。他突然扇起了自己的耳光：“我该死，我该死！”好了，关广富制止了局长的行为。这是你一个人的问题吗？这是整个队伍的问题。随后，他们离开派出所，在派出所门口大院，那4个扣押关广富的交警一字排开跪在地上，见关广富过来，也纷纷扇起了自己的嘴巴，嘴里一个劲道歉：“关书记，对不起，我该死，该死。”那个高个交警扇着自己的耳光说。关广富对身边的几个干部说：“这几个害群之马是要清除出公安队伍的，该怎么处理，他们就按法律来处理吧。”紧接着，在关广富亲自主持下，对当地以及全省的公安队伍进行了一次刮骨疗毒式的大整顿，清理出了数百名害群之马和腐败分子。经过几个月的治理整顿，整个湖北的治安以及公安队伍的精神面貌很快扭转过来了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讨论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陈峰故事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